就是0到100这个东西，它的价值我觉得越来越低了。而且不只是 Porsche， 你看大部分的电动汽车品牌随随便便，你知道吗？就3.4秒、4点多秒。传统车企在电动车市场上，他们赖以生存的可能不再是充电速度，或者是电池大小等等。为什么我要买 Porsche？Why？ 我要是买 Porsche？ 快这个东西是大家都能够做到，只是你要怎样去 present， 你要怎样去呈现快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个就是你怎么样去表现快，比你是不是快更加的重要。这一趟千里迢迢来到西班牙南部的塞维利亚，就是要来测试2024改款版的 Porsche Taycan。那它现在有几个重点，第一个就是电池更加的大 ，Performance Battery Plus 从93 kWh 加到105个 kWh， 然后最远的续航里程 up to 678公里，比之前提升了35%。35% 对于电动车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在过去我们都知道它不能够充超过80，然后用不能低过20，这是用来保护 battery， 所以多了那35%也就能够去抵消掉你要预留的20% 跟最后的20%， 所以相当的 make sense。然后再来充电时间的话，它也从270 kW DC 加快到320 kW DC， 不管哪一个 variant， 从 10% to 80% 只需要18分钟。然后除此之外呢，这台车子的速度也加快，0到100每一个款式都大概提升了 0.5秒。首先最低配最慢的 Taycan Rear-Wheel Drive 0到100是 4.8秒，接着 Four-Wheel Drive 的 3.7秒 ，Turbo 2.7秒 ，Turbo S 2.4秒 ，Turbo GT 2.3秒。加上 Y-Sack Baggage 可以缩短到 2.2秒，所以这个 Porsche Taycan 的100公里加速能力可以从 2.2秒到 4.8秒。但我觉得相信这个也不是重点，因为重点就是这个改款版的 Taycan 呢，它加入了 Porsche Active Ride， 当你打开车门，它会直接升高55个 mm。全新的21寸 Aero Design Wheels 比之前的21寸能够走多40公里的 WLTP 续航里程，同样是21寸，不过能够走多40公里，这个就是空气力学轮圈的好处。所以我们现在把车门打开，可以看到吗？这个角度就能够更加明显的看到它升高的速度非常的快。我们把门关上 ，OK。它就会慢慢的降下来。那注意这个再次强调，它不是 Air Suspension 因为现在 Air Suspension 空气这个气压悬挂是标配来的。你买到 Rear Wheel Drive 的 Taycan， 所有都是标配的。你一定要买到 All Wheel Drive 才可以去选配这个 Porsche Active Ride Suspension。那 Porsche Taycan 基于 J1 平台打造，采用相同平台的车款，还有奥迪 e-tron GT， 但是 Porsche 就为 Taycan 提供了Cross Turismo 跟 Sport Turismo 的旅行车型，奥迪就只有 Sedan 的车型。轴距好像是2900个 mm，800V 平台。OK，until 今天 Mercedes、BMW 都没有800V 平台的东西。再次看一下 Porsche Active Ride， 打开车门，咚，马上就可以升高，就好像一个越野车这样子。关起来，缓缓的降下来。那注意这个55mm 的升高，只有在你上下车，当你车子在驾的时候，它是不可能升到这么高给你去驾的然后它的这个操作原理就有一点点的小复杂。那该款版Taycan同样有4个驾驶模式，3个悬挂的软硬度，针对不同的需要来调整。你要 Sport Plus 的悬挂还是比较舒适的悬挂？而全车系都标配 Air Suspension 气压悬挂，有4种车身高度选择。你要去到 Comfort 的页面才可以调整 Porsche Active Ride 的功能 ，Comfort Entry、Active Tilt Control、Active Pitch Control。那车尾造型的部分，因为这只是一个改款版的 Taycan， 不是 All New Taycan， 所以它的就沿用了之前的设计语言，贯穿式 LED 车尾灯，只是 Porsche 的名牌里面的细节做出了一些优化。那一直以来 Porsche Taycan 都是给人一种简洁利落、干净、直接、简而易懂，一种比较直抒胸臆的一种感觉。然后我加的这一台是 Turbo， 就是在 4S 之上 ，Turbo S 之下。乍看之下，这个改款版Taycan跟改款前没有太明显的分别，但你仔细去用它，就会发现它是用了最新的 Porsche Driving Experience 的这个娱乐作业系统。透过 My Porsche 的 App， 你可以在 Apple CarPlay 的页面去控制空调系统、氛围灯、Sound Profile， 而不需要退出 Apple CarPlay 就能够去调整车子的功能，是全世界少数几个第一次采用这个功能的车子。再来最大的一个升级就是这个 Passenger Display， 而且它做了一个
privacy 的 films， 所以在我驾车的时候，我是完全看不到这个荧幕是全黑的。那你只要过到来这边，你就能够看到荧幕里面它是一直都是亮着 always on 的一套荧幕来的。车主可以一边驾车，乘客可以一边看，然后司机也不会去瞄到这边，因为你瞄不到，它就整个是 black out 黑黑这样子给你看不到。Drive mode switch 也是一个标配，所以你不用再去选配这个东西，你要切换驾驶模式等等，都是已经在这边了的。然后充电的时候啊，它的 instrument cluster 的 layout 也有不同，它让你知道到底是你的车子不能够充到这样多的电，还是因为那个 charger 本身不能够 support 这样多的电，所以给你看一个表，就让司机在充电的时候能够更加清楚的知道车子处于什么状态，而不是浑然不知 plug in 进去，然后也不懂快慢，为什么它会这样快，为什么它会这样慢，然后电池的温度等等，它都会显示在里面给你看。除此之外，其他东西像这种麂皮材质还是高级皮革等等，都要去看这个选配选装。然后玻璃车顶就是 electrochromic 的，你可以去透过这个 button 去切换你要 bold、semi、matte 跟 clear，OK， 看到吗？它是 electrochromic 来的。音响系统方面提供710瓦14个 speakers 的 Bose 音响，也提供1455瓦21个 speakers 的 Burmester 3D 音响系统。所以简单来讲，它就是更加的针对客户，针对这15万辆的客户，去针对收集一些意见，去改善，让它更加成为一辆能够每天都在驾，成为你 only car 的一个 EV，performance EV，Porsche 的 EV。那我们现在在西班牙的这个高速公路上面啊，其实除了 fast lane 之外，你在中间的 middle lane 或者在 slow lane， 其实路况是蛮凹凸不平的，就是会一直拱伸缩缝啊，然后路面状况都不是很好，所以这一段行驶起来，我觉得整个感觉是非常的好。就是因为它是在 air suspension 的基础上加了2个 motor pump unit， 然后再用2个 electric motor 去驱动2个 hydraulic pump， 而且它是直接从这个电池那边抽取能量，不需要 bypass 的。非常的快，它也直接取代了 ND Robot。像在以前汽油车，他们会用48伏的 ND Robot 来抵消掉这个抑制路面的震动等等。可是因为电动车就像4轮驱动，不需要传动轴这样子，因为2个独立的马达，它就能够做到这样子的一个行驶体验。越来越多 Porsche Taycan 的车主不只是自己驾，他们发现到其实它可以成为一个 daily use car， 它可以成为一个日常代步工具，就是这个续航里程跟悬挂偏硬不够舒服这个东西限制了它的日常实用性。所以我自己坐在后面走 highway 这一段啊，我觉得真的是它真的是可以媲美那一些 sedan， 比如说 BMW i5 或者是 Mercedes maybe like EQE、EQS 这样子。当然我觉得它还是因为你看到这边是4个座位嘛，那边5个座位是 optional 啦。因为这一次改款版的Taycan它并没有在轴距方面有加长，同样是2900个 mm， 所以空间上就是非常的压迫，然后一个玻璃车顶这样子。可是我觉得悬挂对于乘客来讲，真的是有一个很大的变化。当然值得一提的就是这个 Porsche Active Ride 悬挂系统呢，它在英镑换算马币大概是一个38000块马币。等下我看一下没有错，是38,000 ringgit 的一个附加选项。我又回到了 Seville 塞维利亚，那这一次驾的就是改款版的 Porsche Taycan。自2019年 Porsche Taycan 亮相以来， Porsche 已经交出了超过15万辆的 Taycan， 从2020、2021、2022、2023再到2024，终于推出了这个2025年款的 Porsche Taycan。在这些年里面 Porsche 收集了很多车主的反馈、车主的意见，然后推出了一个我觉得说是电动车界里面的教科书式升级。所以在这接下来的3-4年里面，大部分的电动汽车品牌要在为他们车子做升级改款的时候， Porsche Taycan J12 我觉得是一个很有参考价值的。那首先就如大部分车厂一样，他们就是加大了这个电池，所以现在这个Porsche Taycan Rear-Wheel Drive 跟 Porsche Taycan 4S 他们标配的89 kWh battery 是比之前的大，然后 Performance Battery Plus 从93 kWh 加大到105个 kWh。好像我现在开着的这个 Taycan Turbo 呢，它的续航里程原本是 up to 452个 kilometers， 现在是 up to 630 km。对于一个电动车来讲，你的 range 多了34到35% 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大部分的车主发现到，原本的452公里
只是够你在 City Drive， 当你要离开 KL， 你要去 Melaka， 你要去 Penang， 你要去 JB， 你就会面对到这个 range anxiety。你看这个Taycan Turbo 之前是 3.2 秒，现在加快到 2.7 秒。我记得我刚刚入行的时候，当我们讲到一辆车子能够做到0到100 2.9 秒的时候呢，通常是100万、150万、200万、300万 ，after tax 300多万的车子。你看现在尤其 Malaysia Taycan 是 tax free， 这个 Taycan Turbo 改款版不确定多少钱，不过我相信肯定不用到100万啦。我加了 option 就不确定，但是总的来讲就是这个0到100啊，越来越不可以讲廉价，就是0到100这个东西它的价值我觉得越来越低了。而且不只是 Porsche， 你看大部分的电动汽车品牌随随便便你知道吗？就 3.4 秒、4点多秒。我觉得instead 我去强调 Porsche Taycan 它的0 to 100 straight line speed 或者是 top speed 260 km/h， but 我觉得这不是重点因为传统车企在电动车市场上，他们赖以生存的可能不再是充电速度或者是电池大小等等，而是它的 suspension tuning， 他们给车主怎样子的一种驾驶体验。我觉得悬挂，我每次都强调的，你能够 differentiate， 你能够去突破，让人家觉得为什么我要买 Porsche， why 我要买 Porsche， 就是 steering feel， 你的 suspension 的 feel， 然后你整个车子驾驶起来的时候，它的 flexibility， 然后在 comfort 跟 performance 之间怎样能够拿捏到这个平衡，这个也就是这一次他们的主打就是 Porsche Active Ride。 你看这个路I mean road noise 会有啦，你看这个真的是这边路是很烂啊，你看 My God it's almost 有点像这个 Magic Carpet Ride 这种 feel 啊。你知道电动车都是快的啦 OK I mean even 是最 low spec 的 rear wheel drive Taycan single motor 的 Taycan 都已经很快了 compared to combustion engine I mean 3 liter V6 3 liter hybrid 等等，它都已经是很快。只是快这个东西是大家都能够做到，只是你要怎样去 present， 你要怎样去呈现快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个就是你怎么样去表现快，比你是不是快更加的重要。你在加速的时候比如说通常我们一点的时候，它会有那个我们说贴背感，你人会向后嘛，然后它会把你按着你的前面的嘛。比如说我们说 3 OK 我现在按 push to pass 3 2 1 3 2 1， 你知道吗？它抑制了这个所谓的贴背感。然后当你在高速 brake 的时候你看嘛，通常你 brake 的时候，你的人会向前倾，可是它会帮你往后仰。就像如果你玩过 drone 的话当你玩着 drone， 突然间你 stop 的时候，它会这样子停下来。所以这个你看这个解剖图这个平面图你就知道它不是 air suspension OK 它跟 damping system它是辅助 damping system， 所以的 air suspension 那个 damper 是还在那边，它是放在下面的，是放在整个车子的底盘。所以这个 Porsche Active Ride 它是part of the chassis， 有点类似我之前在这个 Rolls-Royce 说过的，就是用避震系统去避震它的避震系统，它是一个 double suspension， 一个你知道吗？就是精益求精，一个锦上添花的一种悬挂行驶表现。But again Porsche Active Ride Control你一定要买到 4 wheel drive I mean all wheel drive 的 Porsche Taycan 你才可以去 option 加这个东西。那我现在已经将悬挂 everything 设置去最 stiff 最 sport plus 的驾驶模式。 So 哇，你知道吗？这个悬挂系统呢真的是几乎是到了一种失真的状态了，就是你完全 feel 不到你在处在这个路面上，因为它变成有时候你会少了那一种驾驶的纯粹感就是即便是在 Sport Plus 它还是提供给你相当大程度的这种舒适感。因为不管你怎么强的 suspension， 你还是要去克服2290公斤 kilo 的这个车重，所以车子在摆在动的时候，你必须要去让它有这种怎么讲悬浮感。Right， 让它能够更加的有信心，更加能够好的去操驾它，所以它是算是相当 balance 的啦。可是毕竟它还是退回到比较舒适面，而不是去 performance。所以我相信这个也是为什么 Porsche 要在 Turbo 跟 Turbo S 的基础上再去添加一个 Turbo GT， which is we are going to 我们正在要去 test 这个 Turbo GT on track。
因为在 Turbo GT 跟 Turbo GT 赛道版出来之前呢，Porsche Turbo 跟 Turbo S 它被视为是一个 high performance 的 Taycan。那 after 这个 Turbo GT 呢，现在 Porsche 在 Turbo 跟 Turbo S 身上强调了 daily use 日常使用，所以它变得更加的平民。So refer to Porsche， 他们把 Turbo 跟 Turbo S 叫做 normal Taycan， new normal 就是一个新常态。所以现在我觉得 Turbo 就是一个很好的起点，除非你真的很追求续航里程，你就去买那个单马达后轮驱动的 Taycan， 可以 up to 678个 kilometers WLTP 的标准。把电池加大固然是重要，但是最重要的是你要怎样去提升它的 efficiency， 它的这个效率。因为如果你把电池加大，耗电量同时加大，不是 LPPL 的事情 ，which is 没有 point 嘛，对不对？所以以Taycan Turbo 为例，续航里程从467公里延长到630公里，提升了34%。在这34% 里面，电池大小只占了14%，电动马达效率提升占了5%，recuperation 能量回收占了4%，整车的空气力学升级占了11%。所以这34% 不只是因为电池加大。那该款版Taycan用的锂离子电池用了新的化学配方，从 93.4 kWh 加大到105 kWh， 但重量不增反减，从634公斤下降到625公斤，减轻了9公斤。电池的能量密度也增加了13% 到 168.3 Wh per kilogram。最低快充温度从35度降低到15度，而最大充电电流也从336 M 到400个 M。Launch Control 的最大电流从860 M 到1100个 M， 提升了20%。那新的800V Climate Compressor 让 Cooling Power 从9 kW 加大到12 kW，Battery Cooling Speed 从 0.8 Celsius per minute 到 1.3 Celsius per minute。重新设计的 Heat Pump 将 Heating Power 从7个 kW 到17个 kW，Heating Speed 从 0.4 Celsius per minute 到 0.8 Celsius per minute。所以简单来说，它就是能够更快的制热，更快的制冷。我相信这个 Porsche Taycan 它是2025年款啦，所以它可以在这个 market 上面生存到2028、2029，或者更早一点2027。因为现在你扣7扣8过后你充到80，你用剩下20，你有60%，300-400公里来讲 which 是相当的 OK 了啦。而且现在随着充电桩越来越普及，相对于 Porsche Taycan 刚刚 launch 的时候啦，2020年来到 Malaysia 的时候，跟2025、2024，现在的充电桩是之前的几倍这样子来成长，所以充电桩更多更快，它又能够接收更大的电量，能够行驶更远。我们在见证这个时代的转折，这个电动车时代的进步。所以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电动车要走到成熟，走到你知道吗？走到可以跟汽油车相比较续航里程等等的年代，它必须要时间。但我们有这个荣幸见证体验这个电动车时代是怎样的一步一步的飞跃，甚至有些部分可以说是大跃进这样子。所以今天在这个 Seville 塞维利亚的 Porsche Taycan International Drive 就暂时到这边，然后我们就and see you in my next video。 我是最喜欢你们记得 follow Instagram account 来在 Facebook page and see you in my next video。 3, 2, 1 cut。 Now within the My Porsche app, you're also capable of setting vehicle settings you were not able to change before. For example, if you have favorite radio stations, you can just change the radio stations that are in the favorite list and change them by clicking. You could also change sound profiles, for example. They have some weather infos from your iPhone, for example, next charging stations. And then also now you're able to manage the climate conditioning of the car, for example, directions, whether the climate should be in soft or strong mode, and also you're able to change ambient lighting of the car, for example. So that is basically new functions that came with the new Taycan. 所以今天很高兴就能够来到西班牙的 Sevilla，
塞维利亚这边，等下我们就会上路去试驾，给大家体验看看这个车子实际驾驶起来的时候，到底是不是只是多了 range， 还是其他东西也会有不同？我们就在路上见。从影片开始之前，我再注意喜欢我的影片，记得要 follow Instagram account，subscribe YouTube channel。Let's go！